親愛的朋友們，歡迎來到微光夜讀。週六下午3點，金鼎大酒店，我開着自己的帕薩特停在停車場，看着門口迎賓台前停着的一排豪車，賓利、保時捷、瑪莎拉蒂。我的車在這些豪車中間，顯得格外寒酸。小張從後面的車上下來，小聲說：“市長，要不我們還是坐公車來吧？”“不用。”我理了理領子，今天我就是一個普通賓客。簽到台前，我寫下了自己的名字，沉默。工作人員看了一眼，隨手把簽到簿遞給旁邊的人，沒有任何特別的反應。我被安排在大廳右側靠後的位置，和其他不太重要的賓客坐在一起。宴會廳布置得很奢華，水晶吊燈、鮮花拱門，巨大的 LED 屏幕上滾動播放着新人的照片。照片裡的蘇晴還是那麼漂亮，只是眼角多了些細紋，笑容也不像當年那麼純粹了。哎，你看那個人，是不是蘇晴的前男友？我聽到旁邊桌有人在竊竊私語，就是那個窮小子啊，聽說當年就是因為沒錢被甩的，現在還敢來，也是臉皮夠厚的。我端起茶杯，假裝什麼都沒聽到。小張坐在我旁邊，臉色越來越難看。市長，我搖了搖頭，示意他不要說話。婚禮儀式開始了，新人在主持人的引導下走上舞台。王騰穿着定制的阿瑪尼西裝，臉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。蘇晴挽着他的手臂，眼神在台下掃過，在看到我的時候愣了一下。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。王腾拿着話筒，聲音洪亮：“我娶到了全世界最好的女人，我要感謝她選擇了我。”他故意停頓了一下，目光在我的方向掃過。畢竟他當年可是有很多追求者的，但最終他還是選擇了最優秀的那个。台下響起一片笑聲和掌聲，我能感覺到很多人的目光都在往我這邊看。蘇晴的臉色有些不自然，想說什麼，但最終還是低下了頭。儀式結束，敬酒環節開始。王騰和蘇晴挨桌敬酒，終於走到了我這一桌。喲，這不是陳默嗎？王騰的聲音故意提高了。好久不見啊，老同學。我站起身，舉起酒杯，恭喜你們，祝新婚快樂。哎呀，你還真來了啊！王騰笑得很誇張，我還以為你不好意思來呢。畢竟他沒說下去，但意思已經很明顯了。蘇晴拉了拉他的衣袖，王騰，沒事沒事，都是老同學嘛。王騰擺擺手，看着我，沉默。你現在在哪兒高就啊？在機關工作。我平靜地說。哦，公務員啊。王騰點點頭，語氣裡滿是優越感。挺好的，穩定，雖然錢少了點，但是鐵飯碗嘛。旁邊有人接話，王總現在可是身家上億啊，在我們市裡有好幾個房地產項目呢。哪裡，小本生意而已。王騰謙虛地笑着，然後轉向我。對了，陳默，你現在一個月能拿多少啊？5、6千，要不要我給你介紹個工作？我公司正缺人。全桌的人都在笑，只有小張的臉漲得通紅。我按住他的手臂，對王騰說：“謝謝，不用了，我現在的工作挺好的，別客氣啊，咱們是老同學。”王騰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晴，你說是不是？”蘇晴抬起頭看了我一眼，眼神複雜。沉默，恭喜你，工作順利。他的聲音很小，我點點頭，也祝你幸福。王騰端起酒杯，來，沉默，咱們喝一個，就算是給過去畫個句號了。他的語氣雖然熱情，但眼神裡的輕蔑和得意怎麼都藏不住。我舉起酒杯，一飲而盡。王騰滿意的笑了，拉着蘇晴去了下一桌。我坐回位置上，
聽到周圍的議論聲，看來真的混得不怎麼樣啊，還不是因為當年窮，被人家甩了，現在人家嫁得多好，他還是個小職員。我閉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氣。小張湊過來，小聲說：“市長，我實在看不下去了，要不要？”我睜開眼睛看着他，小張，記住，有些時候沉默比爭辯更有力量。敬酒結束後，王騰回到主桌，已經有了幾分醉意。他站起來，又拿起了話筒：“各位來賓，今天真的太高興了，我要再說幾句。”台下的賓客紛紛鼓掌。我王騰雖然不是什麼大人物，但也算是白手起家，打拼出了今天的事業。他的聲音越來越大。我的理念就是，男人要有錢，才能給女人幸福，沒有錢，談什麼愛情？這話說得毫不避諱，明顯是在影射我。蘇晴拉了拉他的手，但他揮開了。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覺得我太直接了，但這就是現實。王腾繼續說：“男人沒本事，就不要耽誤人家姑娘的青春，你說對不對？”台下響起稀稀拉拉的掌聲，更多的人在竊竊私語，目光不約而同地看向我。我低着頭，慢慢喝着茶，面無表情。小張的拳頭攥得緊緊的，指甲都陷進了肉裡。當然了，我也不是說誰啊。王腾笑了，就是有感而發，有感而發。他放下話筒，走下舞台，徑直朝我這桌走來。沉默。哥們，跟你說實話。王腾坐到我旁邊的空位上，身上的酒氣撲面而來。你當年還是太年輕了，以為談戀愛就行。但是女人要的是安全感，是物質基礎。我沒有說話。你看看你現在，還在機關當小職員，一個月幾千塊錢，有房嗎？有車嗎？王騰拍着自己的胸口。我不一樣，我有公司，有豪宅，有豪車，我能給晴晴想要的一切。旁邊有人附和：“是啊，王總確實厲害，年紀輕輕就這麼有成就。”沉默，你也別灰心。王騰拍拍我的肩膀：“人和人的命不一樣，有的人天生就是要成功的，有的人嘛，安安穩穩過日子也挺好。”我終於抬起頭，看着他：“你說完了嗎？怎麼不愛聽？”王騰挑了挑眉，沉默。做人要有自知之明。當年晴晴甩了你，不是她現實，是你真的配不上她。王腾，蘇晴從主桌走過來，聲音有些顫抖：“你喝多了。”“別說了，我沒喝多，我清醒得很。”王騰站起來：“晴晴，你不用可憐她，她活該。誰讓她當年不努力？”這時，一個穿着西裝的中年男人走了過來，是我們大學時的老同學。王腾，差不多就行了，他勸道。都是老同學，別鬧得太難看。我哪裡難看了？我說的是實話。王騰轉向我，沉默。你還記得嗎？大學的時候，你父親生病，你到處借錢，最後還是晴晴家裡給了你10萬塊。全場安靜了下來。這是我最不願意提起的往事。10万塊啊，對你來說是救命錢，對我來說就是一塊手錶的價格。王腾得意地揚了揚手腕上的百達翡麗。這就是差距。蘇晴的臉色蒼白，她想說什麼，但被王騰的氣勢壓制住了。我緩緩站起身，看着王騰：“你說的對，確實是差距。”王騰一愣，沒想到我會承認。不過，我頓了頓，差距不只是錢的差距，還有格局和見識的差距。你什麼意思？王騰皺起眉頭。沒什麼意思。我拿起外套，時間不早了，我該走了。祝你們幸福。小張立刻站起來跟着我。怎麼，受不了了？王腾的声音從背後傳來。沉默。你就是玻璃心，經不起說。窮人就是窮人，一輩子都抬不起頭。我停下腳步，深吸一口氣，最終還是沒有回頭。
這種人不值得我回應。我繼續往外走，身後傳來王騰的大笑聲和其他人的附和聲。宴會廳的門外是酒店的大堂，我站在那裡看着外面的夕陽，心裡說不出的複雜。小張站在我旁邊，氣得渾身發抖。市長，這個王騰太過分了，他憑什麼這樣羞辱您？因為他不知道。我平靜地說，他不知道，也不需要知道。可是，小張，你記住一點。我轉頭看着他，真正強大的人不需要向任何人證明什麼。我今天來是為了給過去一個交代，而不是為了炫耀什麼。小張張了張嘴，最終什麼都沒說。我掏出手機，準備給司機老李打電話。就在這時，老李從酒店外面快步走了進來。他看到我，立刻加快了步伐。陳市長，您怎麼出來了？宴會還沒結束吧？我笑了笑，沒什麼，準備走了。老李看了看我的表情，又看了看身後宴會廳裡傳來的喧鬧聲，似乎察覺到了什麼。市長，裡面發生什麼事了？他的眉頭皺了起來。沒事，我擺擺手，走吧，明天還要開會。等等，老李卻沒有動，他看向宴會廳的方向。市長，您今天是來參加婚禮的吧？是。那新人呢？給您敬酒了嗎？我沉默了。老李從我的表情裡讀出了答案，他的臉色頓時沉了下來。市長，您是不是被人為難了？老李，別多想，走吧。我轉身往外走，但老李卻拉住了我。市長，您跟了我這麼多年，您什麼性格我清楚。您要是被人欺負了，我這個當下屬的不能不管。老李，您等我一下。老李說完，大步朝宴會廳走去。我想叫住他，但已經來不及了。小張在旁邊小聲說：“市長，老李這是要……”我嘆了口氣，他這是要給我出頭了。老李推開宴會廳的門，裡面的喧鬧聲頓時傳了出來。王騰還在主桌那裡，手裡端着酒杯，正和幾個朋友談笑風生。我跟你們說啊，做人一定要有錢，有錢才能有尊嚴。他的聲音很大，你看那個沉默，當年追晴晴的時候多積極，結果呢，還不是因為窮被甩了？周圍的人哄笑起來。蘇晴坐在一旁，臉色難看，幾次想說話都被王騰打斷。晴晴，你別心軟，那種人就是活該。王騰摟着他的肩膀，要不是當年你家裡明智，你現在指不定過什麼苦日子呢。就在這時，老李走了進來，他環顧四周，很快就找到了王腾。請問哪位是王先生？老李大聲問道。宴會廳裡的人都轉頭看向他。我是。你哪位？王腾皺眉看着這個陌生的中年男人。我是陳先生的司機。老李走到王腾面前。剛才陳先生在這裡受到了不禮貌的對待，我代表他本人向您表示抗議。全場一片嘩然。司機？王騰愣了一下，然後大笑起來，哈哈哈！陈默現在還配司機了？是不是共享單車的司機啊？周圍的人也跟着笑了起來。老李的臉色變得很難看，請您注意言辭。陳先生是？陈先生是什麼？是窮鬼還是 loser？ 王腾打斷他，你這個司機是他專門找來給自己撐場面的吧？可惜啊，這種小把戲沒用。老李深吸一口氣，正要說什麼，卻聽到背後傳來我的聲音。老李，夠了，我們走吧。我走進宴會廳，對老李說：市長。老李轉過身，眼睛都紅了。這個人太過分了，什麼市長還市長呢？王騰諷刺道。沉默，你不會是讓你司機叫你市長來找面子吧？這也太 low 了，現在誰還玩這種？周圍又是一陣哄笑。就是啊，還市長，我還總統呢，這年頭叫聲市長就當真了啊。蘇晴終於忍不住了，她站起來，
王騰，夠了，沉默。对不起，他喝多了，请你護着他幹什麼？王騰不滿地說，他就是個小職員，有什麼好護的？我看着眼前這一幕，突然覺得有些可笑。11年前，我在這個城市的基層摸爬滾打，一步一個腳印往上爬。11年後，我做到了這個城市的最高行政位置，卻在前女友的婚禮上被當成窮鬼羞辱。王騰，我最後問你一句，我平靜地說，你確定？你真的了解我現在在做什麼嗎？了解什麼？無非就是機關裡的小職員唄。王騰不屑一顧，沉默。你就別裝了，你越裝我越覺得可憐。我點了點頭。好，既然你這麼說，那我也沒什麼好解釋的。我轉身準備離開，老李卻攔住了我。市長，我不能讓您就這樣被人羞辱。老李的聲音提高了，您為這個城市付出了那麼多，憑什麼要被這種人看不起？老李，我說了，沒必要。有必要。老李打斷我，轉身面對全場，各位來賓，我鄭重告訴你們，站在你們面前的沉默先生，他說到這裡，突然停住了，因為他看到我的眼神。我搖了搖頭，示意他不要繼續說下去。市長，可是，老李的聲音有些顫抖。走吧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有些人不值得你為他們動怒。我再次轉身，這一次我真的要離開了。王騰在背後喊：沉默，你這就走了，連句話都不敢說。我告訴你，你一輩子都是個失敗者。我停下腳步，回頭看了他一眼。王騰，我不知道你將來會不會後悔今天說的這些話。我平靜地說，但我可以肯定的是，你永遠不會理解什麼叫做真正的成功。笑話！王騰嗤之以鼻。你一個小職員，跟我談成功？你說的對，我不該跟你談這些。我轉身走向門口，就在我即將走出宴會廳的時候，我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：陳市長，真的是您。我轉頭，看到一個頭髮花白的老人站了起來，那是劉副市長，已經退休3年了。他當年是我在市委工作時的直接領導，對我有知遇之恩。劉老，我點頭致意。劉副市長快步走過來，握住我的手。陳市長，沒想到您也在這裡。我剛才一直在裡間包廂，沒看到您來，早知道您在，我就過來打招呼了。全場的聲音瞬間安靜了下來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不可置信地看着這一幕。王腾的臉色慢慢變了，他看看劉副市長，又看看我。刘市長，您認識陳默？他的聲音有些顫抖。何止認識？劉副市長笑着說，陳市長是我的老下屬，也是我最驕傲的學生。怎麼，你們認識？王騰的臉色徹底白了，他想說什麼，但喉嚨裡像是堵着東西，一個字都說不出來。蘇晴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陳市長，您怎么一個人坐在角落？劉副市長皺起眉頭，是不是招待不周？這是誰辦的婚禮？劉老，您誤會了。我連忙說，我是來參加朋友婚禮的，位置什麼的無所謂。朋友？劉副市長看了看王騰和蘇晴，原來您和新人是朋友啊。他轉向王騰，這位先生能認識陳市長是你的福氣，他可是我們市裡最年輕有為的幹部，2個月前剛從省城調過來擔任市長，將來前途不可限量。這句話像一顆重磅炸彈，在宴會廳裡炸開，所有人都震驚地看着我，議論聲此起彼伏。市長，真的假的？快查一下，本市新任市長是不是叫陳默？有人掏出手機搜索本市新任市長，然後臉色大變，真的是他，照片上就是他。王腾像是被雷劈了一樣，整個人僵在那裡，他的嘴唇顫抖着，
想說什麼，卻什麼都說不出來。蘇晴捂住了嘴，眼淚不受控制地流了下來。宴會廳裡的其他賓客紛紛站起來，有人想過來打招呼，有人低着頭不敢出聲。剛才那些嘲笑我、附和王騰的人，現在一個個臉色煞白。劉副市長還在繼續說話，完全沒有察覺到氣氛的詭異。陳市長，您今天怎麼一個人來的？沒帶秘書？他關切地問。帶了，在外面。我說。劉老，您繼續坐，我有點事，要先走了。這麼急？那行吧。劉副市長點點頭。改天我去市政府找您，咱們好好聊聊。好的，您慢坐。我轉身準備離開。陳市長，一個顫抖的聲音叫住了我。我回頭，王騰站在那裡，臉色慘白，額頭上滿是冷汗。陳市長，我剛才……他的聲音都變了調。我不知道您是……我平靜地看着他。王先生，你剛才說得很對，人和人的命確實不一樣。王騰的嘴唇顫抖得更厲害了。我喝多了，說了胡話，您別放在心上。我沒有放在心上。我說，我今天來，只是想給過去一個告別。至於你說的那些話，我當你是喝醉了。王騰想說什麼，但我已經不想再聽了。我看向蘇晴，她站在那裡，眼淚流了滿臉。蘇晴，祝你幸福。我認真地說，真的。蘇晴哽咽着說不出話來。她想走過來，但被我抬手制止了。有些路已經走過了，就不必回頭。我輕聲說，好好生活，別辜負自己。我轉身離開。老李和小張跟在我身後，走出宴會廳的那一刻，我聽到身後傳來一片混亂的聲音，有人在打電話，有人在議論，還有人在質問王騰。酒店大堂裡，老李終於忍不住說話了。市長，剛才那個王騰實在太過分了。他憤憤不平，要不是劉市長來了，他還不知道要怎麼羞辱您呢。老李，你錯了。我停下腳步，認真地看着他。他不是羞辱我，他是羞辱他自己。什麼意思？老李不解。一個真正有底氣的人，不需要通過貶低別人來抬高自己。我說，王騰之所以那樣做，是因為他心裡其實一直都很自卑。小張若有所思。市長，您是說他在用羞辱您的方式來證明自己比您強？對，我點頭。可惜他不知道，真正的強大從來不是靠證明出來的。我們走出酒店，夜幕已經降臨。我站在台階上，回頭看了一眼這座金碧輝煌的建築。11年前，我和蘇晴在這裡吃過一頓飯，那是我們在一起最奢侈的一次約會。那時候，我們點了最便宜的菜，卻吃得很開心。現在，這裡成了他的婚禮現場，而我已經是這個城市的市長。市長，我們回去吧。老李打開車門。等一下，我拿出手機，撥通了一個號碼。喂，陳市長。電話那頭傳來一個溫柔的女聲。是我。我笑了。晚上想吃什麼？我現在回去給你做。你不是去參加朋友婚禮了嗎？這麼快就結束了？結束了，而且我也徹底告別了過去。我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以後我只想陪着你和孩子，好好過日子。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，然後傳來輕輕的笑聲。好，那我在家等你。孩子問爸爸什麼時候回來呢？告訴他，爸爸馬上就到。我掛斷電話，對老李說，咱們回家。車子緩緩駛離酒店，我靠在後座上，閉上了眼睛。小張從後視鏡裡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小張，想說什麼就說吧。我睜開眼睛。市長，您為什麼不一開始就亮明身份？這樣就不會被人羞辱了。小張說，而且您明明可以讓那個王腾付出代價。付出什麼代價？我反問。
讓他的項目通不過審批，讓他的公司破產，然後呢，我就能挽回什麼嗎？小張愣住了。小張，權力不是用來報復的。我認真地說，如果我因為今天的事就去針對王騰，那我和他有什麼區別？都是在用權力滿足私欲。可是他那麼羞辱您，他羞辱的只是他以為的我。我笑了，而真正的我從來沒有被他的話影響過。老李在前面開着車，突然說：“市長，我跟了您5年了，今天我才真正明白什麼叫做大格局。哪來的大格局？”我搖搖頭，只是人生苦短，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無意義的事情上。車窗外，城市的燈火璀璨，這座城市承載着我11年的奮鬥，也見證了我從一個窮小子成長為市長的歷程。現在，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把這座城市建設得更好，讓更多像我當年一樣的年輕人有機會改變命運。至於王騰、蘇晴，還有那場婚禮，都已經成為了過去。真正的告別，不是憤怒，不是報復，而是平靜的轉身，然後繼續向前走。第二天上午9點，市政府常務會議準時召開。我坐在主席台上，看着下面的各位領導幹部，心情平靜。今天的會議主要討論3個議題。我翻開文件，第一個是關於老城區改造項目的審批問題。會議室裡鴉雀無聲，所有人都在認真聽我講話。我看了項目材料，有幾個地方需要重新論證。我停頓了一下，尤其是涉及拆遷補償的部分，一定要保證居民的利益。主管承建的副市長點頭，陳市長說得對，我們會重新審核。還有一點，我繼續說，我注意到有幾個房地產項目審批程序上存在瑕疵，需要重新走流程。下面有人小聲議論，我知道這些項目裡可能就包括王騰公司的，但我不在乎，該怎麼做就怎麼做，公私分明。會議開到一半，秘書小張敲門進來，在我耳邊低語了幾句。市長，有個叫王騰的人在外面求見，說有急事要見您。我皺起眉頭，告訴他按正常程序預約，我現在在開會。他說關於昨天的事，想當面向您道歉。小張小聲說。我沉默了幾秒，讓他走吧，不必了。小張點點頭，退了出去。會議結束後，我回到辦公室，桌上放着一大束花，還有一封信。我打開信封，是王腾的親筆信。陳市長，昨天是我有眼無珠，說了很多不該說的話，請您原諒。我真的不知道您是市長，如果知道的話，我絕對不敢。我公司現在有個項目正在審批，如果因為昨天的事受到影響，我全家老小都會陷入困境。求您看在多年同學的份上，給我一次機會。我看完信，把它放進了碎紙機。小張站在一旁，小心翼翼地問：“市長，這個項目我們要不要？該怎麼辦就怎麼辦？”我平靜地說：“如果項目符合規定，就批；如果不符合，就不批，和昨天的事無關。”是。小張敬佩地看着我。小張，你要記住，我看着窗外的城市，權力是人民賦予的，不是用來謀私利的工具，也不是用來報復的武器。我明白了，市長。下午，我去基層調研，考察了幾個社區和企業。路上經過金鼎大酒店，老李問：“市長，還記得這裡嗎？”“記得。”我笑了笑。“昨天剛來過，您還會再來嗎？”“不會了。”我搖頭。該告別的都已經告別了。晚上回到家，5歲的兒子跑過來撲進我懷裡：“爸爸，你今天又加班了嗎？”“沒有，爸爸今天很早就下班了。”我抱起他，在他額頭上親了一下。妻子從廚房走出來，圍着圍裙，
臉上帶着溫柔的笑容。今天累不累？他關切地問。還好，我把兒子放下。對了，昨天的事我都處理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處理好。他遞給我一杯茶。那個蘇晴，你真的放下了？我喝了一口茶，點點頭，早就放下了。其實我昨天去參加他的婚禮，也是想給自己一個確認我真的已經不在乎了。那現在呢？現在我確認了。我拉着他的手，我最在乎的是你和孩子，是我的工作，是這座城市的未來。至於過去，就讓它過去吧。妻子笑了，眼角有些濕潤。你能這樣想，我就放心了。其實我昨天一直在擔心，怕你會被那些人的話傷害到。不會的，我搖頭。真正能傷害到我的，只有我自己的軟弱，而我已經不再軟弱了。兒子在旁邊玩積木，嘴裡念念有詞。爸爸是市長，爸爸很厲害。我走過去，蹲下來和他一起搭積木。兒子，爸爸告訴你一個道理。什麼道理？他抬起頭，眼睛亮晶晶的。做人要有本事，但更要有格局。我認真地說，有本事的人很多，但有格局的人很少。什麼是格局？他歪着頭問。格局就是……我想了想，就是不管別人怎麼對你，你都能堅持做對的事情，不會因為個人恩怨就偏離正道。兒子似懂非懂地點點頭，妻子在旁邊笑。他才5歲，哪裡聽得懂這些？聽不懂沒關係，等他長大了，自然就懂了。我說。晚飯後，我坐在書房裡，看着窗外的夜景。手機響了，是一個陌生號碼。我接起來，喂，沉默，是我，蘇晴。電話那頭傳來熟悉的聲音。我沉默了幾秒。有事嗎？我想和你道歉。昨天王騰說的那些話。他的聲音有些哽咽。對不起，我不知道你現在這麼成功。如果早知道，你會怎樣？我打斷他。不會嫁給王騰，還是會後悔當年的選擇。電話那頭安靜了。蘇晴，你不欠我道歉，我也不怪你。我平靜地說，當年你做出選擇，是因為你看到了我當時的處境，覺得跟着我會吃苦，這很正常，人之常情。可是我沒想到你會走到今天這一步。就算你想到了，又能改變什麼呢？我反問。人生沒有如果，只有結果。沉默。我後悔了。他終於說出這句話。我後悔當年離開你，後悔沒能堅持下去。那你現在想怎樣？我問。想離婚，還是想我幫你什麼？我不知道。他哭了起來。我嘆了口氣。蘇晴，我們都已經是成年人了，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。你選擇了王騰，就要好好和他過日子，不要因為我現在的身份就後悔，這樣對誰都不公平。可是，沒有可是。我說，蘇晴，你記住一句話，真正的幸福，不是和最成功的人在一起，而是和最適合的人在一起。王騰也許不是最好的，但既然你選擇了他，就要學會接受他的全部。你說得輕巧。可是昨天你也看到了，他是什麼樣的人，那是你要面對的問題，不是我的。我說，我能給你的建議就這些，好自為之吧。我掛斷了電話，關掉了手機。妻子推門進來，是誰的電話？一個老朋友。我說，不過已經處理好了，以後不會再有聯繫了。他走過來，坐在我身邊。你真的放下了？真的放下了。我拉着他的手。11年前，我以為失去他就失去了全世界，但現在我才明白，失去他反而讓我得到了更好的人生。妻子靠在我肩上，我有時候還挺感激他的。如果不是他当年離開你，也許就沒有我們的今天。是啊，我笑了。所以說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窗外，這座城市燈火通明，
我知道明天還有很多工作等着我，還有很多挑戰需要面對，但我已經不再是11年前那個無助的窮小子了。我現在有能力，有責任，也有信心，帶領這座城市走向更好的未來。至於那場婚禮，那些嘲諷，那些羞辱，都已經成為了過去，他們不會定義我，也不會影響我。我的人生由我自己定義。1個月後，市政府辦公會上通過了新的城市規劃方案，其中包括老城區改造、產業升級、民生工程等多個項目。有幾個房地產項目因為不符合新規劃被叫停，其中就包括王騰公司的項目。陳市長，這個決定會不會有些倉促？主管城建的副市長提出疑問，畢竟涉及的企業不少，會造成一定的經濟損失。如果一個項目不符合城市發展方向，早停比晚停好。我翻着文件，而且我看了審計報告，這些項目在審批環節就存在問題，早該整改了。可是，沒有可是。我抬起頭，目光掃過在座的所有人。各位，我們是在為這座城市的未來負責，不是為某些企業的利益負責。該停的項目必須停，該整改的必須整改，這是原則問題。會議室裡一片安靜，最終方案全票通過。會後，有人私下找到我，暗示王騰願意表示，希望項目能通融一下。我直接拒絕了，告訴他按規矩辦事，沒有通融的餘地。另外，如果再有人來說情，一律按違紀處理。消息傳出去後，很多人都在觀望，想看我會怎麼處理王騰。畢竟大家都知道婚禮上發生的事，都以為我會借機報復，但我只是按規章制度辦事，項目該停就停，該整改就整改，沒有任何額外的動作。2週後，王騰的公司申請破產保護，聽說他把房子和車都賣了，還是填不上窟窿。蘇晴來找過我一次，被秘書擋在了外面。小張跟我匯報這件事的時候，有些猶豫。市長，王騰的公司現在確實很困難，他老婆，哦不，就是您那位老同學，他想見您一面，說想請您幫忙。不見，我頭也不抬，告訴他，如果公司經營有困難，可以按照正常程序申請幫扶政策，但不要找我私人求情。是。小張退了出去。其實我知道，王腾的公司破產不是因為我針對他，他的問題在於盲目擴張，資金鏈斷裂，項目被叫停，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如果我真要針對他，有100種方法能讓他更慘，但我沒有。公事公辦，僅此而已。1個月後的某個週末，我帶着家人去公園散步。兒子在草地上追蝴蝶，妻子挽着我的手臂，陽光很好，微風不燥。爸爸，快來看！兒子興奮地喊。我們走過去，看到他蹲在一朵花前，小心翼翼地觀察着一隻蝴蝶。爸爸，蝴蝶好漂亮。他仰着頭說。是啊，很漂亮。我蹲下來，和他一起看。如果我抓住它，是不是就能一直看到它了？他問。不，抓住它，它就會死掉。我說，真正的欣賞是讓它自由飛翔，而不是佔有它。兒子似懂非懂地點點頭，妻子在旁邊笑。你這是在教育兒子，還是在總結自己的感悟？都有吧。我站起來，牽着他的手。有些東西，只有放手了，才能真正擁有。我們繼續往前走。路過湖邊的時候，我看到2個熟悉的身影，是蘇晴和王騰。他們並排坐在長椅上，王騰低着頭，蘇晴在旁邊默默流淚。我停下腳步，妻子順着我的目光看過去，是他們。我點點頭，要過去打個招呼嗎？
他問：不用了。我搖頭，各自安好，就是最好的結局。我們轉身離開，兒子在前面蹦蹦跳跳，身後蘇晴似乎注意到了我，她站起來想叫住我，但最終還是沒有出聲。我沒有回頭，只是繼續向前走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路。當路走到盡頭，最好的選擇不是糾纏，而是微笑着說再見。我已經有了自己的家庭，自己的事業，自己的人生。過去的那些，就讓他們留在過去吧。回到家，我接到一個電話，是省里的通知：陳市長，省委決定推薦你為下一屆市委書記的人選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後平靜地說：謝謝省委的信任，我一定不辜負組織的期望。掛斷電話，妻子看着我：有好消息，算是吧。我說：不過這意味着更重的擔子，更大的責任，你能行的。他鼓勵道：你一直都很優秀，不是優秀，是不能讓信任我的人失望。我說：晚上，我坐在書房裡，翻看着城市發展規劃，窗外的夜色很美。這座城市在我的治理下，正在變得越來越好。我想起11年前，那個在基層摸爬滾打的年輕人，想起那場改變命運的分手，想起那些咬牙堅持的日日夜夜。如果沒有當年的挫折，也許就沒有今天的我；如果沒有蘇晴的離開，也許我就沒有奮鬥的動力。所以，我不恨他，也不恨王騰。相反，我要感謝他們，用他們的方式成就了今天的我。至於那場婚禮上的羞辱，現在想來已經不痛不癢了。那些冷嘲熱諷，那些勢利眼光，都已經成為了人生的注腳。他們提醒我，永遠不要忘記自己從哪裡來，也永遠不要忘記，權力是用來服務人民的，不是用來證明自己的。我關上文件，起身走到窗前。這座城市的燈火像星河一樣璀璨，每一盞燈下都有人在生活，在奮鬥，在追夢。而我作為這座城市的領導者，有責任讓每一盞燈都能亮得更久、更亮。手機響了，是老李的微信：市長，明天的行程已經安排好了，早上7點出發，去郊區考察扶貧項目。我回復：好，準時出發。放下手機，我看着窗外的夜色，心裡很平靜。人生就是這樣，有高峰，也有低谷，有得意，也有失意。但真正重要的，不是你站在哪裡，而是你要去往何方。11年前，我在最低谷的時候，發誓要改變命運。11年後，我做到了。但我的目標從來不是為了證明給誰看，而是為了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，為了讓這座城市變得更好。這才是真正的成功，不是讓曾經看不起你的人後悔，而是讓自己活得問心無愧。而那場婚禮，那句司機一句話，全場靜寂，只是這漫長人生中的一個小插曲，它不會定義我，也不會改變我。我的人生由我自己書寫。窗外城市的夜還很長，但我知道天總會亮的，而我會一直走在為這座城市服務的路上，永不停歇。感謝大家的觀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嗎？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。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，並分享給更多的人，這會對我幫助很大。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。